欢迎收听《茶学笔记》第1季第11集。喝茶怕睡不着，科学家实测普洱茶可能让你更放松。上一集我们聊了普洱茶怎么对抗脂肪肝嘛，就是帮大家拆除血管里的爆浆餐包，结果大家的回响超大的耶。对，反应真的很热烈。可是啊，今天这集我们要来聊另一个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大家一听到下午或晚上喝茶，第一个反应绝对是完蛋了，今天大概不用睡了。确实是这样。对啊，尤其平常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晚上后连半杯都不太敢碰。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喝茶就真的一定等于神经紧绷，然后更难睡吗？其实不一定哦。很多人把所有的茶都当成同一种饮料，但这真的是个大迷思。根据一篇发表在国际期刊《农业与食品化学期刊》，也就是《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的研究，科学家一开始就先把绿茶 （green tea）、红茶 （black tea） 跟普洱茶 （pu'er tea） 的化学成分放在一起，做了非常精密的大比对。比对出来的结果有什么不一样吗？大家不就都是茶叶吗？差别非常大哦。研究证实，绿茶因为没有发酵，所以保留了大量的茶多酚 （polyphenols）。这个成分常听到。对，那全发酵的红茶，它的特征成分会转化为茶黄素 （theaflavins） 与茶红素 （thearubigens）。哦，原来如此。至于普洱茶就更特别了，因为经过独特的微生物后发酵 （post-fermentation）， 它原本的成分被大量转化成茶褐素 （theobrowning）。还有小分子的末氏子酸 gallic acid。 哇塞，茶多酚、茶黄素，还有那个茶褐素跟末氏子酸，听起来简直像在上有机化学课耶。是因为它们的成分完全不同，所以身体喝下去的反应也不一样吗？没错，大家要先知道，茶叶里真正让人睡不着的元凶其实是咖啡因。虽然说这3大茶类都含有咖啡因，但因为普洱茶经历了这种独特的微生物后发酵，它的化学组成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路线。哦，什么不一样的路线呢？就是这个发酵过程不仅转化出茶褐素，更在茶汤里悄悄生成了一种能安抚神经的特殊物质。因此啊，普洱茶带给身体的反应就不见得会照着大家熟悉的越喝越清醒那条路走。原来如此，也就是说，发酵过程产生了新物质，去牵制了咖啡因的作用。不过我们还是要先厘清一下，今天这集不是要讲普洱茶可以治失眠，对吧？对，这个一定要先讲清楚。我们绝对不能神化普洱茶，它毕竟不是安眠药。比较准确的说法是，科学实测发现，普洱茶带给身体的变化可能不只是提神，里面还隐藏了放松的机制。那这篇研究到底是怎么做的啊？很多人听到研究2个字，会以为只是找几个人喝一喝，然后填个问卷而已。这篇完全不是哦，我们是直接用数据说话。这项研究是由谢教授团队发表的，他们利用了一套非常精密的代谢体学技术 Metabonomics。 代谢体学听起来很高科技。对，简单说就是直接去看身体里代谢物的变化。团队找了20位平均25岁左右的健康年轻人，在实验中，研究人员将10克的5年期普洱茶粉末放入200毫升的沸水里面冲泡。200毫升配10克，叫蛮浓的耶。没错，就是让受试者每天喝下这样一杯浓郁的普洱熟茶，然后透过高阶仪器去分析他们尿液里的代谢变化。所以是直接看身体里的化学反应，那这真的骗不了人了。结果发现了什么？有一个核心数据非常值得说明。研究发现，受试者在喝普洱茶的期间，体内一种叫做5羟色氨酸 5-hydroxytryptophan 的排出量显著增加了。5羟色氨酸，这名字听起来有点硬，它在我们身体里是负责做什么的？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一种放松原料，它是人体合成神经传导物质血清素 serotonin 的重要前驱物。哦，血清素我就听过了。对，说到血清素，它在我们人体内可是扮演着多重关键角色哦。它不仅能调节情绪、减轻压力，还能改善失眠问题，并提升睡眠品质。哇，这么厉害！不止这样，在临床上，血清素甚至对缓解偏头痛或是辅助体重管理都有极大的帮助。所以这个结果至少告诉我们，普洱熟茶不是单纯让人更亢奋、更睡不着的。对，是可以这样理解。但我们通常会问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就是茶本来就有咖啡因，怎么还能放松？这不会互相打架吗？对呀，
这也是我最好奇的。既然放松原料增加了，喝了就真的比较好睡吗？我们用一个很生活化的比喻来形容好了。普洱手茶的后发酵过程，就像是帮大脑换上了一组很好的刹车皮，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放松物质。刹车变好了，神经当然比较容易稳下来。刹车变好，照理说应该比较容易停下来啊。但别忘了，就算发酵过，茶里面的咖啡因并没有消失哦，它就像是油门啊。所以我刹车虽然变好了，但只要油门还在踩，车子一样停不下来。完全正确。如果你是对咖啡因敏感的体质 （caffeine sensitivity），油门轻轻一踩，大脑就飙车，那你晚上喝肯定还是会睡不着。哦，原来是这样。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茶友觉得熟茶喝起来温润、放松、不刺激，但敏感的人晚上喝了依然睡不着的原因。这个刹车跟油门的比喻太精准了啦。那最后，如果想要享受普洱手茶的放松感，又不想失眠，一般人到底该怎么喝比较好？首先，怕喝茶睡不着的话，可以先别急着把普洱茶判出局。如果平时工作压力大，建议可以把白天的含糖饮料换成温和的普洱手茶，当做日常保养这样。对，利用它来当做白天的舒压饮品，给神经先换上一组好刹车。那晚上容易睡不着，或者对咖啡因本来就很敏感的人呢？最实际的做法就是不要硬拼。虽然论文中受试者是在早上10点喝茶，但那只是为了排除干扰的实验设定。我们不会建议过午绝对不能喝这种太死的规矩。如果你本来就对咖啡因敏感，建议先从白天喝泡淡一点开始测试。懂了，也就是拉长代谢时间，慢慢抓到自己身体对咖啡因的容忍度，对吧？完全正确。所以比起一直想普洱茶会不会害我失眠，更好的问法其实是我这个体质怎么喝比较适合。理性喝茶，慢慢试，找到适合自己的时间跟浓度，才是最正确的喝茶观念。谢谢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科学解密。如果你身边也有担心喝茶会睡不着的朋友，赶快把这集分享给他，一起打破迷思，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喝茶节奏。茶学笔记第1季第11集就到这边，下次见喽。穿透书籍迷雾，品味健康深度，不再听信模糊的口传，用科学书谱转入间的研究，让茶学必经为你导读，与我一起科学饮茶，温暖你的心。